有可能有乳癌，或者它已经有乳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更早去检测？所以我们借由某些基因它的。那可以预测说有没有癌细胞，这个是女性同胞的福音啊！对。大家好，欢迎收看《乳房健康大小事》乳房健康大小事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方世清医师，这是我的助手 Sandra。嗨，大家好，我是 Sandra。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洪继生洪医师。大家好，我是洪继生医师。洪医师你好哈，这关于乳房的问题哈，由我们两个男生来讨论哈，也比较奇怪一点，所以加入我们女性的 Sandra 助手。那一般来看，这个乳房外科啊，都是哪些问题来看呢？来乳房外科其实最常见还是乳房的疼痛啦。那也有些人其实是有摸到乳房的硬块，那就会来我们乳房外科来求诊。所以讲到乳房，好像跟男生比较无关哈。我有时候呢不好意思说哈。我的乳头也会有点瘙痒感啊，那在工作的场合去抓乳头哈，来解决这个瘙痒，好像不太礼貌但这也是蛮困扰的问题呢。所以趁这个机会，不晓得洪医师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其实的确，男生有状况会要来的几率比较少啦。不过乳头瘙痒这个问题倒是真的很常见，是常常会有患者然后来就是提到说像痒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要讲，可能有的还是比较偏向皮肤方面的一些的状况，像是可能会不会是异物摩擦啦，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因为气候变化可能比较干，所以就会觉得痒这样子。是，所以可能是皮肤的问题，还没有到乳房本身啦。对。但如果是乳房的肿块，那听起来就是不小的问题哦。大家一想到乳房肿块，就觉得很紧张、焦虑啊。那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呢？乳房肿块的话，其实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建议说要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啦。当然，简单来分，我们可以分会痛还有不会痛的。那如果是摸起来是会痛的哦，通常我们就觉得那个可能比较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不会痛反的问题比较大哦。对，不会痛又有硬块的话，那个大概就是比较要小心的。那洪医师，我请教一下，那这样的话，女性通常应该要怎么样去自我检查自己的乳房是不是有问题比较好呢？自我检查的话，我们是建议说，像是洗澡的时候，你可能把手举高，或者说躺下的时候，然后把手抬起来的时候，那可以一边按压去触摸，看会不会有硬块。那你可能可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去按压，比较不建议是直接捏起来，因为通常捏起来都会觉得是有硬块，但是我们一般是说按压的时候，你有摸到说比较硬的地方，甚至像指关节这么硬，那可能这种才是比较有异常的硬块。那这个是自我检测的方式，但是其实自我检测在过去的研究来讲，其实它的准确率并不是很高，可能大概才50%左右而已。那如果准确率不高，那就要到医院里面做一些仪器的检查。那比如说有哪些仪器检查可以帮助诊断呢？在乳房的检测最常做的大概就是做超音波，还有乳房的摄影。那这两个大概是最常做的乳房的检测。可是我听说乳房摄影是不是可能会造成女性有很多的不舒服？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检测可以做吗？乳房摄影其实只要有做过，几乎10个里面大概有8、9个，常常都说他下次再也不要做这个乳房摄影，很痛苦这样子。对，因为它的原理大概就是要把乳房整个夹扁夹紧啊，这样的话才看得清楚。所以通常做完以后，通常都会觉得说他不想要再做这个乳房摄影的检查。那这个摄影跟超音波是互补的效果吗？两个都必须要做吗？对，有的人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只要做超音波啊，我不要做摄影啊？其实这两个因为是互补，所以我们会建议最好这两个啊都还是要做。那乳房摄影呢，有点像是看硬的东西，乳房超音波比较有点像是看软的东西，所以乳房摄影拿来看钙化点，它的准确度比较高。那乳房超音波的话，就是看囊肿啦、纤维腺瘤啊，这些是比较准确的。那如果我都不想要用这两个用仪器的方式去做检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是指抽血吗？如果只是靠抽血就能检测到的话，当然会比较方便。抽血的话，的确也是有啦。抽血的话，我们会去抽的有2个比较常见的指数，一个叫做 CEA， 我们叫做癌胚原蛋白；另外一个叫做 CA153，那我们会说它是乳癌的这种肿瘤指数。
那所以我们会去抽这个的来检测，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乳癌啊之类的。但是这2个检测其实并不是很准啊。像刚刚讲的 CA153，虽然号称是乳癌的指数，那但是它在已经转移的病人，其实准确率可能也只有大概70%的人，这个指数会高。那如果说是那种早期的乳癌，什么1、2期，大概可能只有1%的人，这个抽起来的指数会比较高。哇，那1%是很低呢哈，所以说希望靠抽血就看到乳癌有点困难呢。这个以前有一个新闻哈，一个女明星叫安吉丽娜·裘丽啊，她是靠抽血做一些检测，然后就说要把这个乳房这个预防性的切除。那她到底做了什么检测让她这么害怕呢？对，很多人都会说，像安吉丽娜·裘丽，她就去抽血做什么基因检测，那我可不可以也去做抽血啊、基因检测的方面？其实基因检测的确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啦。那基因检测也非常的强大，它可以验很多很多的东西。是。那以安吉丽娜·裘丽来讲的话，她验的那个基因检测啊，是验一个乳癌的遗传基因。这个乳癌遗传基因我们叫做 BRCA1 还有 BRCA2， 是 BRCA1 还有 BRCA2。那这个的基因呢，就是如果你有带原这个基因的话，将来会得到乳癌的风险就会很高。那很高到底是多高呢？那有一个统计是说，大概在80岁之前会得到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其中之一的几率是接近100%。哇，那很可怕，就是说只要活得够久，就会得到这个乳癌或卵巢癌，所以他就先把乳房做预防性切除。是。那意思是说，他只要抽个血，血液里面的细胞啊，就可以去侦测里面有没有这个癌症的基因，比如说像这个乳癌基因。那如果还没有得癌症的病人，然后这个去做这个 CA53，准确率又很低。那怎么样去帮我们找到说你已经可能有癌症了，但是它躲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有没有现在的机器这仪器的能力，早期就找到隐藏的癌细胞呢？对，这个的确是一个蛮新的议题啦。那我先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安吉丽娜·裘丽的那个，她抽的血是看有没有那个基因，所以有点像是看你未来会得到乳癌的风险。事实上，他还没有乳癌，对，他还没有乳癌。但是刚方医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有可能有乳癌，或者他已经有乳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更早去检测？那这个其实也是的确可以用所谓的基因检测来去看的。那但是这个的基因检测，它要去验的呢是一个东西，我们叫做 ctDNA，就是去看有没有这种血液里面循环的这个癌细胞的 DNA。也就是说，癌细胞的 DNA 基因的片段呢，它会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让我们去侦测它，然后发现有这样子一个跟癌细胞的特性有关的 DNA， 来提早知道。或者是很早期就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已经有癌细胞在滋生了。是，对，这个话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到这个 ctDNA 以后呢，那接下来就再去检测说，这个的 DNA 呢是正常的 DNA，还是真的是已经算是癌化的 DNA？ 那小鱼这样的工具就很先进啊。我们如果说已经有癌症的病人用 CA53，侦测率有时候不到1%啊。那这个侦测乳癌基因的那些又还没有得癌症，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已经得到一些看不见的癌症，那在血液里面可以用一滴血看到，那真的是太了不起的技术了啊！对啊，这个是很新的技术。那除了这个技术之外，那因为像刚刚说到的 CEA 跟 CA153，它的准确度没有这么高。那现在准确度目前听起来最高的是现在刚刚洪医师讲的这个技术吗？还是有其他的技术呢？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就是验刚刚讲的那个 ctDNA，它的一个我们叫做甲基化。所以甲基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啦，就是说这个癌细胞的 DNA 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变异，所以我们才能跟正常的细胞去分辨。所以当这个甲基化呢，我们去验这个DNA， 发现说它有过多的甲基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说它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细胞的生长的现象。那这个过度的甲基化呢，就会变成是我们的ctDNA 里面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借由某些基因它的过度甲基化，那可以预测说有没有癌细胞。
那所以目前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里面，看起来准确率大概可以到90%以上。哇，那很厉害哦，很厉害，一下子从1成多提升到90%多，而且可以从一滴血啊，你不要说一滴血，没有啦，没有一滴血啦，通常一滴血没有办法验，一滴血大概都是骗人。对，这个国外有一滴血的骗局啊，我们这边是一管血，好不好？对。那从血液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隐藏的癌细胞。它吐出那些过度甲基化的这些 DNA 片段，然后让我们提早知道你身体可能有癌症的，那这样可以到90%多的这个准确度了。那小鱼，这个是女性同胞的福音啊，对啊，这样我就不用再去做其他像是什么乳房摄影这样很痛的检查嘛。也不能这样讲啦，就是通常的话，我们会说还是要做啦，就是说。这个东西只能去侦测说，会不会你身体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异的细胞，或者甚至是癌细胞，但是可能还是要用这个超音波或者是摄影去找出到底这些癌细胞躲在哪里。因为这个检测虽然是蛮灵敏的，但是我们也还是必须要有这个实际上找出来它在哪里，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一个治疗。对于那种已经有初期癌症，或者是担心。比如说乳癌复发的个案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敏感的工具作为他追踪的一个指标嘛，是不是这样？是我们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用这样子验他的甲基化，正在追踪说，他的将来的复发的一个状况的情形。所以比那个眼见为凭，需要靠影像扫描看到乳癌的，现在是从血里面可以看到基因的活动嘛。按照我们初步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可能可以早3个月甚至半年，好像就可以侦测到，似乎这个癌细胞有一些在活动的一个状况。那听起来这么神奇的工具，是不是需要花费这个天价来做检测呢？的确是比一般的检测贵一点啦，但是不至于到天价，因为像安吉丽娜·裘丽她那个验那个什么 BRCA1/2的那个大概都至少可能要3万以上。那我们的检测的话是还不需要到那么贵啦。是，所以还是这个大家负担得起的检查。但是这个便利性，大家可以去哪里做这样的检查呢？目前已经在台湾是可行的吗？从实验室已经搬出来可以用的吗？这个甲基化的检测呢，目前的话，其实只有少数算是比较特定的一个检验所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虽然说已经从实验室里面出来，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说到完全普及啊。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赶快是这样的技术，如果尽快普及的话，或许对所有的女性，甚至是如果已经有得过癌症的，当然是更大的一个福利。这个黄医师比较客气的哈，但是桌上有一份那个一个说明啊，我看上面写爱立基呢哈，爱就是爱你的爱，立场的立，基础的基。所以爱立基公司啊，也是推广发明啊这个检查方法的地方哦，所以也有机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吧哈。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洪医师来参加我们这个乳房健康大小事的第1集哈，我们来介绍乳癌的早期检测。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洪医师，谢谢大家，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